傅抱石是中国近代画史上一位充满理性与浪漫双重性格的传奇人物。他的理性表现在他丰富早熟的大量美术著述，包括为中国书写的第一本美术史、中国绘画变迁史纲及中国美术年表。至于他的浪漫，则特别展现在他一系列以传统美人为题材的创作上。1945年间完成的9张机图册正是典型代表。筑基仕女即为此系列的画作之一。在近代中国绘画改革的路径上，明显展露2个主要的路向：一是借由海外留学学习心法的以西润中，一是通过向传统深研再出发的汲古润今。而傅抱石却是兼具2大路向的少数一位。傅抱石本名瑞麟，原籍江西新余，家境清寒。父亲早岁迁居省城南昌，以修补雨伞糊口。抱石出生于南昌，又籍闽会，做过瓷器店伙计，好学上进，后入省立南昌第一师范。毕业前即完成10万余字的国画源流概述初稿，后以《中国绘画变迁史纲》为名，于1931年出版，时年27岁。2年后，傅抱石获得江西省政府公费，以保送生资格前往日本留学，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，经武藏野大学研究部攻读东方美术史，获金原省吾指导。金原教授是东京帝国美术学校创办人之一，兼任当时的教务长，也是知名的东方美术史学者。傅抱石深获教义，并与他结下情于父子的情缘。留学日本的傅抱石既学到了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，也加深了对东方传统艺术认识的深度。留日期间，另一重要收获是和郭沫若的结识，两人惺惺相惜。中日战争爆发后，两人又在四川重庆重逢。傅抱石经常和他一起研究史料，分析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等名篇，也因此开启了此后创作一系列历史人物画的机缘，先后有1944年的《丽人行》，以及1945年的《琵琶行》《薄软图》《9张机图册》等。今藏台北长留美术馆的筑基仕女，即是9张机图册系列中的一幅。9张机原是中国宋代词牌的名称，主要是描述女性闺中幽怨的思维，丝丝含情，缕缕凝怨，脍炙人口。张机2字，张为动词，机乃织布机，这是文人模仿民间歌谣所做的词牌，版本甚多，近人甚至谱写成流行歌曲。台北长留美术馆藏筑基仕女，题跋作9张机，织成风艳牡丹枝，阿农却比黄花瘦。郎如不幸归来任取，无复似前时。落款已有末秋初2日重庆写，抱石记。前印2枚，明章白文方印傅抱石，朱文方印陶石。画中红衣白裙女子面向织机，手按其上，头稍回望，露出哀怨眼神。后有竹编衣篮放于地面，织机以浓淡墨笔交错画成，避去了工笔积聚的呆板匠气。不过此幅的排序、提拔、尺寸均不同于作者9张机图册中的同式图作。9张机图册中的同一构图之作，系为8张机，题词则作揽章机注一而十，云云，且画面尺寸26.5乘32公分，
也不同于长留此作的47×54公分。但这样的现象并不代表长留此作就非富士真迹，原因即在依傅抱石创作习惯，往往会将同一题材反复绘作多幅，不满意者即随手毁去，留下类同构图的多幅。今藏长留美术馆一幅，很可能就是同题材绘作留下的作品，单幅流传。傅抱石一生山水绘画亦多，且具特色，但这些以传统人物为题材的作品似乎更受喜爱，特别是表现悲秋怀人的少妇形象，眉目间流露出的凄婉哀怨、缠绵悱恻之情，尤其令人动容。从筑基仕女画面观察，除女子红色上衣外，全幅以墨线构成，粗线画器物，细线画人物。其中女子的眼神不采传统勾染眼睛的笔法，而是先以淡墨干笔擦点，造成边际模糊的效果，再以浓墨散锋点出瞳孔及细丝睫毛，最后重加眼睑而成。由于眼珠轮廓的模糊，加上眼珠黑白的非鲜明对比，搭配眉间与嘴唇的特有桃红，便形成一种明丽鲜艳却含蓄深邃的疏逸美感，传达出仕女内心凄情难诉的幽婉情绪。在近代中国美术史上，傅抱石却是一位集理性与浪漫于一身的传奇巨匠。